不要总是死盯着你的孩子，不要一天到晚对孩子念念念、催催催，不要把你那无处安放的焦虑伪装成一种叫做责任感的东西，沉甸甸地压在一个正在生长的灵魂上。你整天盯着孩子，唠叨不停，催促不断，以为这是尽责，以为这是爱，却不知这份过度的关注早已异化为一种精神上的软禁。你看着他吃饭，看着他写字，看着他交友，甚至想要看透他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。你以为你的目光是阳光，但在孩子感受来，那是一道道审讯的探照灯。佛家讲万法唯心造，你的每一次凝视，如果背后藏着恐惧，那么你传递过去的就绝不是温暖，而是寒意。当你紧紧盯着孩子时，你传递的不是爱，而是不安、怀疑和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欲。你希望孩子完全按照你的剧本演出，却忘了他不是你手中的木偶，而是一个有着独立呼吸、独立命数的个体。这种过分的操心，先是耗干了你自己的精气神，让你面目可憎，让你在这个家里变成一个移动的负能量源。紧接着，它会压抑孩子本该绽放的天性，把他的灵气一点点磨平。你用你那无穷无尽的担忧，一针一线地织成了一张网。你以为这张网能兜住他的未来，能替他挡住风雨，实则是在禁锢他的手脚，让他寸步难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要修的课，要撞的南墙。你的孩子带着他的使命来到世间，他的福报和因果都自有定数。你执着于让他避开所有的坑，结果却亲手挖了一个最大的坑，那就是让他失去了成为他自己的机会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最后一点余晖被厚重的窗帘挡在外面。一个16岁的少年正坐在他的房间里，那是他的领地，一个在父母眼中或许显得杂乱无章，但在他心里却秩序井然的世界。墙上贴满了你看不懂的画作，有的线条狰狞，有的色彩灰暗。书桌上堆着模型、草稿纸，还有几本被翻烂了的闲书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青春期特有的混合着躁动与沉思的味道。他并没有在做作业，而是正低着头，在一张白纸上专注地涂抹着什么。那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表达，是他正在构建的自我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没有敲门声，或者说敲门声轻得像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过场。紧接着就是拥有这个房子所有权的人理直气壮地闯入。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了进来，每块苹果都削得整整齐齐，牙签插得端端正正。怎么又在弄这些没用的东西？作业写完了吗？母亲的声音不大，但带着那种特有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审视感。她把果盘重重地放在那堆杂乱的草稿纸上，眼神像扫描仪一样扫过墙上的画，眉头瞬间皱成了一个川字。这些画阴森森的，看着就让人难受。你就不能画点阳光的？还有，马上就要期末考了，你还有心思搞这些？少年的背影僵硬了一下，他手中的笔停顿了一下，笔尖在纸上晕开一个黑点，像是一个无声的伤口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低声说：我在休息，这是我的房间。你的房间？这个家哪样东西不是我们给你的？母亲被这句顶撞激起了火气，她走上前，想要伸手去整理那些在她看来乱七八糟的桌面，想要把那些代表着不务正业的画稿收起来，换上整洁的试卷和参考书。她的手伸出去的那一刻，她以为自己在拨乱反正，以为自己在修剪一棵长歪的小树。别碰我的东西！少年猛地站起来，转身，动作大地带翻了那盘精心准备的水果，苹果散落一地，像是一颗颗破碎的心意。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母亲愣住了，她看着满地的水果，看着儿子那双充满了血丝、愤怒，甚至带着一丝恨意的眼睛。那一刻，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委屈涌上心头。我为你起早贪黑，我为你操碎了心，
我连水果都给你切好，你竟然这样对我。但如果在那一刻，你能让时间暂停，让灵魂抽离出来，漂浮在这个房间的上方俯瞰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那个母亲像是一个溺水的人，拼命想要抓住一根浮木，而那根浮木就是孩子。他所有的愤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，恐惧孩子脱轨，恐惧未来失控，恐惧自己作为一个成功母亲的身份崩塌。而那个少年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幼兽，他嘶吼的不是不孝，而是求生。他在用这种激烈的近乎毁灭的方式维护自己心里的疆界，在试图保留最后一点点我之所以为我的空间。那个滚落在地的苹果不是水果，而是一个信号。他在说，你的爱太重了，你的关注太窒息了，你以为你在浇水，其实你在灌水泥。当我们把目光死死锁在孩子身上时，我们其实是在向外抓取。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巨大的空洞，填不满，堵不住，所以我们试图用孩子的优秀、听话、顺从去填补它。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我们人生的续集，当成了我们未尽梦想的修正版。这哪里是爱？这分明是利用，这分明是一种最隐蔽、最冠冕堂皇的剥削。这种剥削在现代生活中变换出无数种形态，每一种都足以让亲子关系窒息。看看那些关于前途的焦虑吧，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，你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奔跑，你慌了。你化身为一个严苛的教官，把孩子的人生看作是一场必须赢的战争。你盯着他的每一次考试排名，盯着他简历上的每一个空白处，恨不得替他填满。你把自己当成了船长，把孩子当成了水手，你手里紧紧攥着舵，大声呵斥着方向，但你忘了，这艘船的动力源是孩子自己的心。如果你一直不肯让他掌舵，一直不肯让他去感受海浪的颠簸，那么当有一天你不得不下船时，这艘船唯一的命运就是触礁。你以为你在帮他躲避风浪，其实你是在把它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出海的废船。真正的摆渡者是把船桨交到他手里，告诉他风向，然后坐在船头看着他划，哪怕他划得歪歪扭扭，哪怕他在原地打转。现在的孩子敏感、早慧，却也脆弱。当孩子表现出悲伤、愤怒，或者仅仅是发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去修正他？你是不是立刻就想说，别难过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或者，你怎么又发脾气了？你无法忍受孩子展现出负面的一面，因为那会让你感到无能，感到失控。你希望他永远像向日葵一样阳光灿烂，符合你心中那个完美孩子的设定。但这就像是你要求天空永远只许出太阳，不许下雨一样荒谬。你不仅否定了他的情绪，你更是在否定他真实的人性。你把你期待的那个完美的影子强行套在他身上，只要多出一块肉，你就要切掉；只要少了一块，你就要硬填。这种疼痛是灵魂层面上的凌迟。所以，请停下来，就在这一刻，停下你那双总是想要寻找问题的眼睛，停下你那双总是想要指指点点的手。你必须明白，孩子经由你而来，却不属于你。你只是他生命长河中一段旅程的摆渡者。你的任务是护送，是陪伴，是当他在迷雾中时点亮一盏灯，而不是替他走路，更不是把他绑在你的船上不让他上岸。当他学会了划桨，当他看清了方向，你就该放开手。哪怕你心里有万般不舍，哪怕你看着风浪心惊肉跳，你也要忍住。你要站在岸边目送他远去。你要做的是修好自己的心，活好你自己的生活。当你内心安定，如止水般清澈，如大地般厚重时，这份祥和自然会像光一样照耀到孩子身上。这才是最高级的教育，
这才是最深沉的保护。父母之爱应当清净无染，爱他这个人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爱你期待的那个影子。过度的控制源于内心的执念，是对生命规律的不信任。你执着于孩子必须如何如何，这执着本身就是苦的根源，是你给自己设的牢笼。放过孩子，就是放过你自己。你看，那艘小船已经起航了，江面浩渺，波光粼粼。你站在岸边，风吹过你的衣角，你不再紧抓船桨，你只是静静地站着，心中没有恐惧，只有祝福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